我叫林月。我一路走来，靠的是不服输。10年前，我把京北大学的推荐名额让给了苏雨桐。机会来了，就一定要抓住。他靠着那个名额进了京北，成了人人羡慕的成功人士，而我死在了工地的办公室。我能有今天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次机会。可他抓住的那个机会，本来应该是我的。我回来了。是10年前，回到了我一生开始滑下去的这一天。同学们，说个事儿，学校今年拿到了一个京北大学的自主推荐名额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在这儿退了一步，从此便退了一辈子。林月，我家里穷，要是没有这次机会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林月家里条件好，自己考也行吧。苏雨桐多不容易啊，就是青梅竹马的帮一下怎么了？那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让出名额。而我也真的让给了他。他拿着我的名额进了京北，却把这一切都说成是他自己争来的。感谢自己，从未放弃。恭喜！以后别联系了，圈子不同。最终我等来的却是一句圈子不同。后来我爸生意失败，我想找他借3万块周转一下，他却直接拉黑了我。林月啊，他人挺好的，就是年轻时没什么规划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从来没把我的付出放在心上，我的退让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根据几次成绩和竞赛加分，林月同学的综合排名是第1，所以按规则，这个名额应该给他。当然，如果林月同学自愿放弃，名额可以顺延给综合排名第2的苏雨桐同学。林月，你和苏雨桐的情况老师都清楚，按成绩，这个名额确实该给你，但是你家庭条件比他好，复习资源也多，老师不是逼你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。一模一样的话，上一世就是这番话让我动摇了。喂，你要是真有把握自己考上，就让给他呗，看他哭得多可怜。上一世，我的命运就是从这开始改写的。雨桐，你别哭啊！林月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她肯定会帮你的。林月，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成绩那么好，就算没有推荐，也一定能考上好学校。可我不一样，我家里真的撑不住了。如果你愿意帮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又是这句话，一模一样的报答。限量款，上一世我怎么就没发现了？他的贫穷，只在他需要别人让步的时候才出现。林月，你考虑清楚再答复。不过学校下午就要报材料了，你要是愿意放弃，现在签字最合适。上一世，我也是这样走上去，签下了放弃。签字啊，快签字！签字了，名额就是我的了。之前我就是在这里签了字，然后把自己的人生亲手推进了泥潭。这次我不会让了，名额是我的。周老师，这次的推荐名额我要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他居然没让。对啊，他真签自己的名字了。他不是对苏雨桐很好吗？为什么没让给他？林月，你确定吗？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我很确定。周老师，这个名额按规则本来就是我的。林月，你确定？确定。这个名额我既没偷也没抢，凭什么不要？又是这招，
以前他想要我新书包的时候也是这样哭，初中他想让我替他写竞赛题，还是这样哭。我以前以为他脆弱，现在才明白，他只在人最多、最让我难堪的时候哭。林月，你话不用说这么难听吧？雨桐也没说你占便宜。那如果是你，你愿意把你的保送资格让给他吗？这不是一回事。怎么不是一回事？我的前途可以让，轮到你的时候怎么就不行了？你怎么这么双标？林月，我没有逼你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以为你会懂我的。我知道，你打的算盘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逼我退出，所有压力丢给我承担，再让我背负冷漠无情、漠视青梅情谊的非议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周老师，材料是今天下午报上去对吧？林月，老师不是劝你牺牲自己，只是人生的路不止一条。你底子好，自己考问题也不大。苏雨桐也可以自己考，这次市中考他只比我低9分而已。如果他觉得自己够资格，就该凭成绩来拿，而不是在这儿哭。你就一定要这么羞辱我吗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。林月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好了，既然林月本人不放弃，那就按规则走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老师，我能不能再和林月单独说几句话？不用。林月，你是不是因为上周我没陪你去书店，所以才故意生我的气？少自作多情了。我只是取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跟你要不要去书店毫无干系。重点班，上一世我为了他放弃掉重点班的机会。林月，你别去重点班好不好？那里节奏太快，我怕跟不上。你走了，就没人给我讲题了。林月，我们谈谈。刚刚那是什么？转班申请表。你要转去重点班？对。那我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林月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你明明答应过我，高三这一年会一直帮我。你说过我们一起去最好的大学。我说的是一起考，而不是我把路给你铺好。林月，有话好好说，转班也不是小事儿，你别一下做的这么绝。他这段时间压力也很大。绝？那你来帮他，你每晚给他讲2小时题，把你整理的竞赛资料全复印给他，再把你爸妈给你报的冲刺课让他去听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就别在这装好人。来了，他最擅长的把戏，用舆论当武器。林月，你非要让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难看吗？难堪？这不是你自找的吗？我只要没答应你，你就开始哭。林月，你来的正好，周老师已经把推荐材料送来了，你本人确认一下，把这份最终确认书填了，签完材料就直接录入系统锁定了。苏雨桐，你有事吗？主任，我想最后问一句，如果林月现在放弃，这个名额是不是就能顺延给我？理论上是的。行了，材料正式生效，你回去安心准备保送吧。主任，
我还有一份申请要交。你要转去重点班？是的，我年级排名符合要求，所以想从明天开始过去听课。你倒是把要求都研究清楚了，以前可没见你这么主动过。以前浪费的时间太多了。重点班还有2个空位，你成绩够，明早7点半去报到就行。谢谢主任。林月，你转走了，我后面的物理怎么办？问老师，问同学，买辅导书或者自己学。你明知道我基础没你稳，以前都是你帮我补课，现在就剩100多天了，你突然不管我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不是你爸，那我该怎么说？从高1到现在，我给你整理过27本错题，替你抄过9套竞赛笔记，周末给你补课到夜里11点，我妈给你交过2次资料费，我爸给你家转过3次生活费。那是叔叔阿姨自愿帮我的。苏雨桐，够了。月月，雨桐妈妈说这月补课资料费还差800，妈下午转过去，你别让雨桐有压力。这800不转了，以后我家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。雨桐，林家那800什么时候到？你小姨这边等着给你订省城保送班呢。上一世我没有听过这通电话。我妈在超市站了1天，腿都肿了，就差这800块的冲刺资料费了。没事儿，有困难就和阿姨说。这段话我信了，我妈也信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拿着我家的钱，上了从未告诉我的补习班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那个班是别人介绍的，我妈只是问一问，我又没说一定要去。那刚才说的补课资料费又是怎么回事？苏雨桐，有困难可以跟学校申请补助，但用一个理由向同学家里要钱，又拿钱去做别的，这合适吗？我没有拿，那是林叔叔和林阿姨自愿给我的。林月，你说句话啊！你知道我家什么情况，你不能因为一时生气就把事情说得这么难听。林月，你干什么？妈，苏家那800块别转了。怎么了？他家说是补课资料费，实际是想拿去订省城的保送班。还有，从高1到现在，咱们家给他家的钱和东西，您帮我整理一下，能找到转账记录的都找出来，我要交给学校备案。我妈太善良了，善良到上一世被苏家一句又一句的可怜话拖着走。我们月月底子好，少上一门冲刺课也没关系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少上一门课，少抓住一次机会，都可能让2个人走向不同的结果。好，妈知道了，你先别跟人吵，等你爸回来，我们一起查。好。怎么都堵在这里？苏雨桐，你哭什么？周老师，我不知道林月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，她不肯把推荐名额让我就算了，她还要转班，现在又要把以前帮我的钱拿出来备案，我真的没有逼她，我只是想好好读书啊。林月，我劝你别把事儿闹大，这对你也没好处。哪件事儿？是我拿回自己的推荐名额，还是我按规定申请重点班？或者说是我家不再继续资助别人？老师是在提醒你，高3的最后阶段稳定才最重要。我同意，所以我才要转班。我想要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，而不是每天看到有人一直哭。你说话注意分寸。周老师，林月的推荐确认书已经签了，转班申请我也收了，她成绩达标，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。郑主任，这是不是太突然了？突然不代表不合规，高3学生有自己的规划是好事。至于资助备案，学生家长如果愿意提交，我们只能如实记录。学校不鼓励学生之间形成长期的金钱依赖关系。林月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上辈子我已经足够后悔了。周老师，我也要申请转去重点班。上一世我错过了这样的清晨，这一世不会了。这道题我不会，你别走。当时我以为这是帮助别人，
后来我才明白，有一种帮助是不能停的。你如果走了，就没人给我讲题了。因为他一句害怕，我放弃了所有能让我进步的机会。那扇门，我本该跨进去。林月，是，坐吧。第3组最后一排的位置，先跟一上午，跟不上就自己补。你好，你好，新来的，我叫徐阳。林月，你就是那个拿了京北推荐名额的林月？听说你为了推荐名额，把你的青梅竹马都逼哭了。是我。不过，如果哭能决定名额是谁的，你现在也可以试试。有点意思。25分钟，只写答案，过程留在草稿纸上。重生以后，我第一次觉得时间握回了自己手里。上一世，我总是在梦里差一点算完，差一点选对，又差一点赶上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抓住机会。有事儿？陈老师，苏雨桐也想申请咱们重点班，他成绩在前20，我今天带他来看看能不能先跟班适应一下。申请可以，但重点班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，跟不上的话自己退。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既然来了，就用成绩说话。下一节是物理现实测验，成绩够留下，不够就按原流程回去排队。陈老师，他刚来，不一定能适应这个节奏。林月也是刚来，他第1张卷子满分。你真满分。开始答题。林月满分，苏雨桐71。我们班平均分87，他这差的有点多啊。最后一道大题你只写了第1文，很明显你的知识体系没搭起来。老师，我可以补。可以，但现在的你还不够格进重点班，回去等下一轮考核吧。我操，你看学校论坛炸了。为了一个推荐名额，竟把青梅竹马逼到崩溃，这种人真的配去京北吗？喂，这明显是有人在黑你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不急，让子弹先飞一会儿。一个保送名额真的能看清一个人。这张照片截掉了郑明远主任，只留下一个冷漠的加害者和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受害者。事情不是帖子里说的那样，我没有逼他。照片都拍到了，你还解释什么？上一世，我挨个解释，只想让所有人都相信我。他们每一句怀疑我都记在心里，这导致我整夜都睡不着。你自己决定吧。最后，为了让所有人闭嘴，我又退了一次。谁发的？匿名，但看这照片角度，肯定是当时堵在教务处外面的人，专门等着拍的。苏雨桐这是要发动舆论，把你搞臭啊！他很清楚，只要把我传成一个冷血的人，再把名额的事儿变成一个道德问题，最后就能逼学校重新考虑。京北推荐虽然看成绩，但学校也怕闹大。这事儿要是传到家长群，那个周正平再煽风点火一下，你麻烦就大了。你挺懂啊。我妈是律师，她天天说别怕坏人哭，就怕坏人长脑子。那你妈说没说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？
巧了，我有。论坛上的帖子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学校会尽快联系管理员删除帖子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主任，别删太快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删了，他正好可以说学校心虚，在护着我。不如留一会儿，等该看的人都看见了，我们再把完整的情况一次性放出来。你这思路真不像个18岁的学生，18岁也该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做？第一，昨天在办公室里，我妈说不给钱不是我编的，当时有好几个老师都在场，他们都听见了。第二，我家资助苏雨桐的记录，我爸妈已经整理出了一部分转账凭证。第三，我希望学校调取教务处走廊的监控，看看到底是谁拍下了那张照片。监控可以查，但按规定不能随便给学生看，学校看就行。如果照片是学生恶意拍摄传播，那就请学校按规定处理。可以。还有这个，10年过去，很多事我记不清了，但现如今证据还在，人也在。这一次，他别想再靠眼泪糊弄过去。林月，你确定要做到这一步吗？你们毕竟从小就认识，这会不会……郑主任，从小认识，不代表我就要一辈子给他让步。快看，学校发置顶通知了。昨天那些骂你的，现在全改口了。这只是开始。林月，雨桐在楼下等你，让他等着。你非要这样吗？他今天一整天都没吃饭，他妈也来了。我们家难啊，就指望雨桐争气了。林家的恩情，我们以后一定记得。他嘴上说着会报答。苏阿姨，我爸公司出了点事，您看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笔钱周转？哦，我家现在也不容易，先不说了。电话却再也打不通了。一个连800块资料费都拿不出来的家庭，手上却戴着金镯子。月月，阿姨知道你受委屈了，都是阿姨不好，你别怪雨桐。别碰我。月月，小时候阿姨还抱过你呢，现在怎么跟阿姨这么生分了？阿姨，昨天苏雨桐催我妈要的那800块，到底是买资料，还是给你女儿交省城保送班的定金？林月，你别这么咄咄逼人。还有，从高一到现在，我家给你家转过多少钱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些都是你爸妈心善，我们也没逼他们。对，所以今天我就是来和你们说清楚的，我爸妈不想继续心善了，也请你们别再逼我们了。月月，就算阿姨求你了，你把推荐名额还给雨桐吧，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没有退路啊。依旧是这番乱调，上一世他一点点压弯了我的脊背，好像我只要说一个不字，就成了亲手把人推向绝境的罪人。阿姨，你这话可不对了。他有的选，他可以自己努力考啊，规则就是规则，成绩面前人人平等。我们家雨桐是真的需要这个机会啊。林月说的也没错吧？推荐名额本来就是看成绩的。可是他家不是很困难吗？困难也不能抢别人的前途啊，这不道德绑架吗？月月，雨桐和你处境全然不同，你的父母能为你聘请名师，置办全套优质教补，哪怕选择复读，家里也能全然兜底。但他一无所有，每一步都只能独自硬扛，靠自己扛。可昨天那800块钱，他又靠着谁得来的？林月，你够了！
从高一到现在，你每次需要钱都说是资料费，每次需要我帮忙都说只有我能帮你，每次我要去做自己的事你就哭，你说这叫靠自己？孩子之间互相帮忙，怎么就成了这种话？我们家是困难，可我们没偷没抢。你爸妈愿意帮我们，是看我们雨桐争气。现在你突然翻旧账，阿姨心里真难受啊！妈，你别急，身体要紧。这套手段我上辈子就见识过了，母女配合着，示弱落泪，所有人瞬间丧失理智，不问缘由，不守规矩，只顾着心疼他们。林月，别讲了，你看阿姨都这般了。怎么，你想要替他们出头，还是说你家愿意替他出省城保送班的钱？合着你心里比谁都明白，嘴上劝说别人轻轻松松，事儿落到自己头上就万般为难了。月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林姐，我真不知道孩子们会闹成这样，都是我们不好，你可别怪雨桐，她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，难受的不行啊。你昨天让雨桐问我要800块，说是资料费。是有资料，省城那个保送班也会发资料。既然都在，那就把话说清楚吧。高一上学期资料费1200，高一下学期生活补助2000，高二暑假竞赛班报垦费3600，高二下学期住宿押金800，零零碎碎的转账我们还没完全整理完，目前能查到的一共19400块。林哥，这些钱我们没说不还，只是孩子现在高3，你们这么做不是要毁了他吗？我们只是不再继续给钱，没有让你们今天就还，这难道也叫毁了他吗？那名额，雨桐他比月月更需要这个机会。我儿子的名额，凭什么让给你？这一生最渴望听见的话，前世从未有人对我说过。所有人都逼迫我不断让步，殊不知我退让的每一步，最后都成了困住自己的断头之路。都围在这里做什么？主任，正好您也在，我们就是想求学校再考虑考虑，我们雨桐真的很优秀。推荐资格已经录入系统，没有违规就不会撤回。你最好真的能一直这么稳，别到最后发现没有我，你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厉害。那就考场见。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认输，下一场风暴才刚刚开始。这些笔记有一半都不是为我自己写的，我曾以为这叫一起努力，后来才明白，有些人不会把你的付出当成并肩，只会当成理所当然。月月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以前是不是让你受委屈了？妈以前总觉得你成绩好，性子也稳，雨桐家困难一点，咱们能帮就帮。可妈忘了，你也是个孩子。妈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以后不帮就行了。你爸爸跟我说好了，明天他陪着你去学校，把所有资助相关材料全都递交上去。至于转班这件事儿，我们全家人都赞成你。谢谢妈。跟妈说什么谢？早点睡吧。林家资助苏家近2万，反倒被索要推荐名额，孰是孰非一眼分明，论坛舆论彻底逆转。可不是吗？昨天流传的那张照片真相也大白了，听说教务处已经着手追查拍照散播的人了。我就说嘛，林月根本不是那种人，未免做的太过绝情了。2个人好歹是一同长大的玩伴啊。林月，有事儿？你真的要把那些东西交上去？对。我可以道歉，昨天我妈太急了，说话不好听，那些钱我们以后也会慢慢还。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把事情闹到学校？为什么？如果德育处备案，我的助学金申请会受影响，同学也会一直议论。高3就剩100多天了，你非要让我背着这些东西考试吗？你发帖子的时候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
帖子不是我发的。林月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一定要把我当仇人吗？不是我把你当仇人，是你一直把我当做往上爬的梯子。你现在说什么都可以，反正你赢了。月月，走吧。我们没有要求苏家立刻还钱，只是备案。但备案本身就代表，从今天起，苏雨桐再也不能把林家的帮助包装成他一个人的坚强了。林月，陈老师那边说你今天上午有物理专题测，你再不去就要迟到了。周老师，孩子转班的手续已经走完了，以后他的课表由陈老师安排。林先生，我也是为学生好，高三最怕情绪波动，现在闹得这么大，对林月也有影响。那就请老师帮忙控制谣言，而不是让我儿子退让。材料先收下，学校只做事实记录，不公开明细。至于论坛上的那篇匿名帖，信息中心已经查到登录设备了。周老师，发帖的设备就在高三办公室的那台公共电脑上，时间是昨天中午12点47分，当时监控里有3个学生经过，是哪3名？其中一个是赵磊。赵磊这孩子平时很稳重，不可能做这种事儿，可能就是看不过去，一时冲动。我并不意外，赵磊心软，容易被人当枪使，但他自己没这个脑子。真正重要的是他在替谁做事。看不过去就能匿名传播同学隐私以及捏造事实吗？下午就叫他过来，把情况给我说清楚。你以为把赵磊推出来就没事了吗？推荐保送考的是综合评价，品行有污点的人，京北是不会要的。月月，怎么了？看来他是想毁掉我的保送资格。陌生号码？对，我会让信息中心的老师去查，别被这些事影响。成绩才是你现在最硬的底牌。我明白。迟到3分钟，下课后自行补3道电磁题。好。上一世我做过那么多表，画过那么多图，却从没像现在这样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努力。林月，到。最后一题的第2种解法是谁教你的？我自己推的。下课先别走。要火了！上一世，没有人问我这解法是你自己推的吗？只会让我按部就班。林月满分，许阳96，沈清94。这份卷子的最后一题，林月用了2种方法解，第2种更接近大学物理的思路。行啊，你新来的。我知道，这是陈老师在帮我站稳。重点班只看实力，只要我能一直满分，那些关于我配不配的议论自然会少很多。这里不要先带入公式，要先看临界条件。速度方向改变时，圆心位置也要跟着变。林月，你出来一下。我这有套京北冬令营的旧题集，你拿去做。还有今天放学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我给你套卷子。谢谢老师。那一刻，我清楚地知道，那些原本被我错过的门，正在一扇一扇地重新为我打开。喂，处理结果出来了，赵磊那小子一个人全扛了，说是看不惯你自己发的帖，学校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，帖子也全删了。苏雨桐倒是一点事儿没有，安安稳稳回了普通班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？不，他只是在等下一个机会。做得完就做，做不完就挑前2套。你和普通班那个女生的事儿我不管，但我提醒你，京北那边很看临场反应，你要真想去，就别把时间耗在这些烂事儿上。下周市里有一次模拟面试考，学校给了2个名额，一个给了年级第1，另一个本来没定的。给我？你今天3张卷子都满分，所以我推荐你。谢谢老师。他果然不会轻易放弃。老林，你快来看，他们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？林月长期以资助为名羞辱困难同学，存在恶意竞争推荐资格行为，其家长向学校施压，影响公平评选，建议取消林月的京北自主推荐资格，重新审核。
这一招我终于等到了。他只要敢把谎话写进举报信，这件事就不再是同学间的误会。到时候他得为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。他们怎么能这么说月月？别看了，这封信没有一句指责，但他每句话都在把我往坏处推。长期资助、恶意竞争、家长施压，这些词比直接骂人更狠。喂，郑主任吗？我是林月的爸爸。家长群的事我看到了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封信学校收到了吗？老同学，帮我问个事儿，你们学校附近那几家打印店能不能查到一份文件的打印来源？月月，要不明天妈去学校跟老师们好好说清楚。妈，你们可以去，但不是去求他们相信我，是去把这些证据全部交给学校。他们现在的目的是把我变成一个品行有问题的人。只要我被贴上这个标签，就算推荐资格最后不撤销，京北的老师看到材料时也一定会多想。所以我们不能只去解释，我们要做的是让学校知道到底是谁在造假，谁在撒谎。你这孩子是真的长大了。快看，就是他，林月。听说就是他家把那个叫苏雨桐的女孩逼得不行。林月，昨天论坛的事是我不对，帖子是我发的，我认罚。然后呢？但那封举报信不是我写的。我知道，你写不出那种话。是有人把内容发给我，我当时脑子一热就照着发了。后来举报信一出来，我才知道事情不对。谁发给你的？你不说也行，学校会查清楚的。林月，他只是怕失去这次机会，不是真的坏。赵磊，你帮他扛过一次，就会有第二次。等哪天你也挡了他的路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推出去。林姐，昨晚群里的事我也看见了，闹成这样，我真是一晚上都没睡着。我们家真的没想把事情闹这么大。那你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那封举报信到底是不是你们发的？林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们家虽然穷，但从来不会干这种背后捅包子的事儿。如果您真的这么在意，为什么那封举报信上的措辞跟您昨晚在家长群里的语音高度相似？先别吵，涉及的各方材料我们会分别核实清楚。林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？我一个普通人哪会写那些东西？阿姨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。如果是因为我才让林月被误会了，我可以道歉。林月，对不起。先说举报信，昨晚的截图最早出现在高三3班的家长群里，发送人是苏雨桐同学的母亲。我是转发的，有人发给我，我一着急才发到群里问问情况。谁发给你的？我不认识。我们查了文件来源，举报信最早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打印店打印的，时间是昨天下午6点23分。打印店的监控截图我们也调到了。去把赵磊叫来。赵磊，这份举报信是你打印的吗？是。内容是谁给你的？你看我干什么？赵磊，我可没有让你做这种事儿。你这孩子怎么能乱看人？自己做错事儿，别想污蔑我们家雨桐。是你，就是你说的。你说林月家里有钱，学校肯定会偏向她。你说如果没人把事情闹到家长群，推荐名额就真的没机会了。你把内容写在纸上让我去打印。赵磊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这儿有你手写的举报信原件。苏同学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明的吗？林月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就凭一张纸条，你们就认定是他故意污蔑？他还是个学生，也可能只是一时冲动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您的第一反应还是帮对方找理由。周老师，您不觉得您偏袒的太明显了吗？雨桐，阿姨以前是真的心疼你。你说缺资料，我给你买；你说家里困难，我们给你转钱。你来家里吃饭，我怕你不自在，从来不让月月多问一句。可你不能一边拿着我们的好，一边反过来说我们害你。阿姨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太害怕了。
我怕我考不上，我怕我妈失望。谁都怕，我儿子也怕。匿名发帖，散播不实内容，影响同学名誉，指使他人打印并传播举报材料，造成家长群混乱，这些都要受处分。主任，他还是个孩子啊，高三这么关键的时候，这会毁了他的。那林月同学的推荐资格被恶意举报，就不关键吗？主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道歉，钱我们也会还，只求学校别记处分啊！雨桐他还是个孩子，高三这么关键时候记了处分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经学校研究决定：第一，苏雨桐同学因伪造事实，指使他人恶意传播不实信息，影响同学名誉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。第二，赵磊同学协助传播，同样给予警告处分。第三，举报信内容经核查不实，林月同学的京北推荐资格不受任何影响。第四，关于资助备案只作为事实记录存档，不公开明细。最后，后续任何人再敢传播不实信息，一律按校纪从重处理。所以，我就没有机会了，是吗？你可以正常参加高考，也可以参加后续的校内选拔，前提是得按规则来。规则，原来规则只保护那些已经拿到东西的人。规则一开始也保护过你，是你自己不肯靠成绩走。林月，你别太得意，推荐只是推荐，保送面试要是过不了，你照样进不了京北。所以我会去准备保送面试，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。可以啊，李满分，这次你算是彻底出名了。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？在重点班能考满分就是最好的名声。模拟面试的题很刁钻的，去年有一道题是，如果你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失去机会的基础上，你会怎么回答？靠，这题不就是冲着你来的吗？所以才要提前想好怎么说。没什么难回答的，这个机会本来就是按规则给我的，不是我从谁手里抢来的。那你最好记住这句话。你就是林月爸，我儿子为了你们这点破事背了个处分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？叔叔，处分是学校按规定处理的，不是我给的。少拿规定来压我，我儿子以前从来没犯过事儿，这次要不是因为你和那个女同学，他会被拖下水。是苏雨桐让他做的，帖子是他发的，电脑是他用的，他不是3岁小孩，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这孩子嘴巴还挺硬，难怪能把事情弄成这样。怎么回事？你就是林月他爸，正好，你来评评理。你们家孩子前途金贵，我们家孩子就活该替他背处分。您儿子到底有没有做？学校已经查得很清楚了。如果您觉得处理不公平，可以按程序去申诉，而不是在校门口堵着我的孩子。你们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就是会讲道理。先生，这事儿和有没有钱无关，只和一件事有关：谁做事谁负责。爸，别说了，是我自己蠢。你还替别人说话？不是替谁说，爸，我就是蠢。苏雨桐哭着让我帮他，我以为他只是受了委屈，可他把我推出去顶罪的时候，连一句替我说的话都没有。爸，我认了。回家。林月，对不起，以后做事之前先想清楚。知道了。你今天处理的不错，我只是想省点力气。以前我总想让所有人都明白我不是坏人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有些人只想站队，他们不想知道真相，他们只想找一个能让自己心里舒服的说法。林月，你那件事处理得太吵了。如果我是面试老师，我会问你，
如何评价自己在这件事里的表现？你这是在提醒我，算是。临场情绪化会拖低印象分。我会说我在规则内维护权益，同时提交事实，不扩大私人矛盾。如果带来负面影响，我愿意接受核查，但我不会为了表面的和气，放弃该属于我的资格。还行。上一世我因为动摇，把路让给了别人，这一世，我终于站在了该站的位置。林月同学，我们了解到你最近在学校里有一些争议，你认为这会影响我们对你的判断吗？会。任何争议都会影响初始印象，所以我不打算回避。推荐资格的规则是公开的，我的成绩和竞赛分都符合要求。有人对我提出质疑，学校也进行了核查，结果是我的资格没有问题。如果老师们想了解细节，我可以如实说明；如果老师们只想考察我的能力，我们也可以直接回到题目本身。那你觉得帮助别人有没有边界？有。没有边界的帮助会让被帮助的人失去责任感，也会让帮助者失去自己的底线。真正的善意不应该要求一个人交出自己的前途作为证明。说得好，但如果那个人确实比你更需要这个机会呢？需要不能替代资格。我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提供别的帮助，但不能把选拔的规则改成谁更可怜。如果规则可以被眼泪改变，那对所有努力的人都不公平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这次没有通过京北的推荐，你会怎么做？继续高考，继续考京北。推荐是机会，但不是终点。怎么样？问到了学校的事儿，你怎么答的？我说需要不能替代资格，规则不能被眼泪改变，我会继续高考。还行，算是有脑子。你第3题答得不错，你听见了？门不隔音，但别高兴太早，正式面试比这个难得多。知道。喂，郑主任。什么？在哪儿？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什么事儿？有人去你爸公司门口拉了横幅，说你们家仗势欺人，还说苏家要把资助钱一次性还给你们。上一世我爸的公司就是在2年后被一笔坏账给拖垮了。那时我以为只是生意场上的事，后来才明白，很多事情崩塌前都是从一道不起眼的裂缝开始。这就是照片里那个男生吧？为了个名额，把人女孩子家逼成这样，听说还追着要人家还钱，这不是帮人往绝路逼吗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林哥，我们不是来吵的，我们是来还钱的。你们不是说我们欠你们19400吗？我今天都带来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苏家不欠你们林家了。还钱可以，去银行转账，写清楚用途，别堵在我公司门口。林哥，你这是连钱都不肯收吗？我们家亲戚都借遍了，雨桐爸还在病床上，我们只是想把账给清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羞辱我们？阿姨，钱可以还，但在还钱之前，先把2件事说清楚。你还想说什么？第一，横幅是谁做的？第二，谁策划了今天这场戏？第一，你们现在还的是以前我家资助的钱，不是买我们撤销学校备案的钱。第二，你们伪造举报信的事和这笔钱无关，还钱不代表你们没有造谣。我们没文化，不会说那些大道理，我们只知道欠钱还钱，现在钱就在这里，你们收了，以后别再拿这件事来压我们家雨桐。如果只是还钱，我给你一个账户，你去银行转。如果你非要在这里当众给现金，那我不会收。大家都听见了吗？林家不肯收钱，他们就是要让我们家一直背着这个还不起钱的名声。这也太过了吧，人家都上门还钱了。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非要把人往死里整啊。你是苏家的亲戚？我就是路过的。路过还举着手机拍这么久，你挺热心啊。你从我们来之前就一直在这拍视频，这里是我家的公司门口，如果你恶意剪辑传播，我们只能寻求执法的帮助了。都聚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同志，我就是来还钱的。你们双方愿不愿意调解？可以，但不在门口，去执法队说。去就去，谁怕谁？你不是说有19400吗？这里面只有9400。怎么会？苏女士，你提交的金额与实际现金不符，按程序我需要记录这笔差额。你说19400，实际只有9400，差了1万，这1万的差额在哪儿？
我可能是数错了。阿姨，你今天拉横幅喊人来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现金举起来，说是来还清恩情，每一步都算得很清楚，你不会数错。你应该知道包里有多少钱，只有2种可能：你知道不够，但你觉得没人会当面清点，或有人告诉你可以先这样来，等场面稳住再说。是哪一种，你自己清楚。林月，你没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有必要，因为你们走的每一步都在算计。都好好说话，这里是调解室。我们不是不还执法同志，剩下的钱我们再去想办法。但你们能不能先给我们写一份说明？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不再就推荐资格提出任何异议。你这不是还钱，这封口费啊！不是的，我们只是想让事情过去。你是想让事情过去，还是想让推荐资格重新审核？林总，今天下午的合同先暂停吧。你们家这事儿在客户群里传开了，我们也怕影响项目进度。这才是他们今天真正的目的，不是还钱，不是道歉，是把火烧到我爸的公司上。这字儿我们不会签，钱你们按银行转账记录补齐，学校那边怎么处理我们不干涉。林哥，你非要把我们逼到没路走吗？路一直在，是你们自己不愿走。走了，月月。林月家长，事情有新变化了。京北推荐材料被人实名投诉到上级部门了，上级要求学校明天上午之前必须补交一份完整的情况说明。如果说明不充分呢？那推荐材料就会被暂缓上报，甚至作废。苏雨桐终于把刀递到了要害。林家不收钱，是想让苏家永远抬不起头。还有人说苏家拿不出全款还拉横幅，分明是演戏给别人看。第一节自习，你做这套卷子。林月，郑主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。投诉人苏雨桐母亲。内容一：林家长期以资助为名对苏雨桐形成心理压迫。内容二：我在班级内公开羞辱困难同学。内容三：我家长到学校施压，导致学校不公处理。最后的要求是暂缓我的推荐材料，重新组织年级评议。林月，你笑什么？说来可笑，时至今日，他们才敢把内心真正想要的清清楚楚写出来。重启年级评议不过是借口，不是申诉处分，就是想抢走敲定好的名额。我们只是要求一个公平。你们家有钱有关系，我们普通人要是不把话写清楚，谁会听我们的声音？公平。昨天你们在我公司门口拉横幅，口口声声说还钱，结果现金只有9400，还逼我们签一份说明，让我们撤回学校的备案，这也叫要求公平？我那是钱拿错了，那张纸也是别人帮我写的，我不懂那些东西。郑主任，昨天执法队确实有记录，有，我已经跟那边核实过，林家没有收现金，也没有签那份和解说明。顾校长，我知道我妈妈做事不合适，她太着急了。可我真的只是想好好读书。我也承认，我之前因为压力太大，情绪失控了。但是，推荐资格关系到我的一辈子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？公平竞争，可以，那就按学校早就公开的规则来。最近几次联考成绩，你比我低9分，物理竞赛的分数你也比我低。苏雨桐，你凭什么要求一次已经结束的竞争重新来过？
因为你家帮过我，所以所有人都觉得我占了便宜。你现在拿着那些帮助来压我，我还怎么跟你公平竞争？你弄反了，那些帮助本来没有出现在推荐评审里，是你先用家贫和可怜要求我让出名额，我才把账拿出来。如果你从一开始只谈成绩，没人会谈钱。京北那边要的是补充说明，重点是推荐流程、成绩依据和校内舆情处置，我们会如实上报。顾校长，不能只看成绩啊！我们雨桐一直都很努力，他如果没有这次机会，就真的……高考还在，普通批录取也还在，没有推荐资格不代表没有学上。顾校长，我带了他们班3年，林月成绩稳定，苏雨桐也很刻苦。这次事情发展到现在，双方都有情绪。如果学校只报林月的材料，外界可能会认为我们没有照顾到困难学生。京北推荐不是困难补贴，这是最近3次联考和2次现实课验的成绩。林月转入重点班后，数学、物理全部满分，模拟面试表现也是年级前列。如果这样的学生因为别人哭得响就要被暂缓推荐，那以后学校还讲什么选拔？陈老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从一开始就劝林月放弃。周老师，你到底是在带班，还是在替某个学生争名额？陈景行，你说话注意点！都坐下。顾校长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信息中心查到，昨天家长群里那份举报信的电子版，不止在打印店出现过，它最早的编辑记录来自学校高3办公室的一台电脑，登录账号是周老师的。周老师，这件事儿你解释一下。我的账号平时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是自动登录的，高3办公室进进出出那么多人，不能因为账号是我的就说那份东西是我写的。这是文件的编辑时间，昨天下午5点58分新建文档，6点03分第一次保存，6点11分修改标题，6点17分导出打印版。办公室的监控显示，昨天下午5点50到6点20分之间，周老师您一直在办公室，期间没有其他老师使用过那台电脑。我是在办公室，但我写的是班级情况说明，不是举报信。班级情况说明？班级情况说明需要写邻家施压，影响公平，需要写存在恶意竞争，还需要写建议取消推荐资格。陈景行，你别给我扣帽子！顾校长，您看，连周老师都觉得这件事有问题。我们只是普通家长，不懂那么多流程。如果不是老师也看不过去，谁会帮我们写这些？我只是站在班主任的角度提醒学校注意舆情，我没有让任何人拿去投诉。那为什么这份文件会到苏家手里？周老师，你是班主任，你可以反映学生情况，但你不能绕过学校程序，把带有明确倾向的材料给家长，更不能参与影响推荐资格的投诉。我承认处理方法不妥，但我没有私心。林月成绩好，可苏雨桐家庭困难，也一直很努力。作为老师，我只是希望2个孩子都有机会。哼，周老师，机会不是您从我儿子手里切一半再分出去的。学校有奖学金，有助学金，有高考，有后续的各种录取。您为什么偏偏就盯着他已经拿到手的这个推荐资格？周老师只是可怜我，你们不用把他也牵扯进来。你现在说这句话已经晚了。这件事学校会成立临时小组，周正平老师暂停参与高3班的推荐相关工作，林月同学的材料由教务处和重点班陈老师共同补充，苏雨桐同学的处分和投诉问题另行处理。顾校长，那推荐名额呢？按目前所有的证据，林月同学的推荐资格没有违规，学校不会主动撤回。那我们向上面投诉还有什么意义？您好，是我们正在整理材料。什么？今天下午5点前？
京北招生办的电话，要求学校在今天下午5点前提交完整的补充材料，包括推荐流程说明、学生成绩证明、舆情处理记录以及相关投诉的核查结论。如果材料不足或者逾期，我们学校今年这个自主推荐名额将暂缓处理。离下午5点只剩下6个多小时了。顾校长，材料我可以配合补充，所有事情我都愿意接受核查，但有一点，请学校在报告里务必写清楚，我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放弃机会，我只是拒绝把自己的机会让出去。我们会写清楚的，那就够了。流程说明，每个环节的时间点都要对上，不能有任何漏洞。林月转班后的所有成绩单和竞赛证书全部复印3份，每一张都要盖章，快！上报意见必须强硬，但不能情绪化。京北那边就等着我们出错。这笔3600的竞赛报名费时间对得上，好，记下来。上一世，我把太多东西都寄托在别人的一句话上。这一世，我只相信这些写在纸上不会背叛我的东西。各位老师、叔叔阿姨，这是我妈让我送来的。这是什么？我妈是律师，她说这不是诉讼材料，只是风险提示。如果有人继续在家长群和客户群传播失实内容，可以先发律师函。另外，校方说明里最好避免情绪判断，只写证据链。我妈还说，坏人最喜欢把事情变成各说各话，只要你们把时间线封死，他就没地方钻。你倒是挺会传话。我妈原话更凶，我怕吓到顾校长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想补充说明，这是苏雨桐给我的纸条，上次我交了一张，这张是前一天的。把事情发到论坛上，只要舆论起来，学校就不敢马上报材料。聊天记录是我从旧手机里导出来的，他那边删过，但我这边还有。要让大家知道，林月不配。他没直接写让不让谁取消资格，可他说要让大家知道林月不配。你知道补充这些会影响你之前的处分说明吗？知道，但我不想再替他扛了。林月说的对，我帮他扛一次，就会有第2次。以后别再被人当枪使。我知道了。郑主任，出问题了！京北招生办刚才回电，他们在系统里收到了一份撤回说明。什么撤回说明？我们没有签过这个。这不是我的字，来源呢？传真扫描件，号码不是学校的，发送时间是4点08分。马上联系招生办，说明这份撤回材料无效，是伪造的。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要报执法队，这是伪造签名，这是犯罪。还要查一下传真号码。我马上问我妈，这种伪造文件的东西性质不一样啊。查，立刻查！招生办那边确认暂不处理这份撤回说明，但要求我们必须在5点前补交一份我们亲笔签名的无效声明，还要林月和家长当场确认。你是林月本人？是。你是否主动放弃本年度京北自主推荐资格？没有。我从未签署任何放弃或撤回材料，我仍然确认接受学校的推荐。好的，那也请你的父母双方表明情况。签名是伪造的，无效。撤回材料，无效。唉，还好赶上了。这次算你快。正式复核键。他还有后手。执法队那边查到了，
离学校2条街的小门印店。戴着帽子口罩，付的是现金，时间卡得死死的，准备得很细。那几条威胁短信我已经发给执法队备案了，他们说号码是临时卡，查起来需要时间。关于近期推荐资格争议，学校已完成核查并上报，林月同学推荐流程合规，资格继续有效，任何学生或家长不得继续传播不实内容。林月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。他越是安静，我越知道这件事还没完。林月，这回得靠你小子自己本事了。靠，这也太狠了！投诉到上级，直接搞了个复核。这次不是普通面试，通知上写着材料问答和投诉复核，这是带着质疑来的。林月，你最好把所有提交的材料都背熟，他们可能会从品行问到竞赛，从资助问到家庭，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。知道。林月，你出来一下。从现在开始，除了上课，你每天晚自习前半小时来我这儿，我们做问答训练。你要记住几点：第一，不准卖惨；第二，不准骂人；第三，不要被他们带着情绪跑。别人问你为什么不让，你就答规则；别人问你有没有同情心，你就答边界；别人问你家庭扶助，你就答事实。明白？还有，如果他们问起苏雨桐，你不要评价他的人，只说他做过什么。我不会给他留任何可以反咬的词。你确实不想18岁。你是否认为贫困学生应该得到更多照顾，应该在助学资源上得到照顾，不应该在成绩选拔里直接替代资格？你是否后悔公开资助明习？我从来没有公开过具体明细，只向学校做了备案，原因是对方利用资助关系，恶意夺取我的推荐资格。如果苏雨桐向你道歉，你会不会原谅他？我接受道歉，但接受不等于否认事实。可以，周6正式复核前保持这个状态。林月，有事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？我妈被关进了执法队，周老师被拖下了水，赵磊被了处分，全都拜你所赐。现在学校所有人都站在你那边，你真的很厉害。是他们自己做了错事，我只不过澄清事实罢了。你永远都这么会说，以前你给我讲题也是这样，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好像只要过程对，结果就一定属于你。你说，如果京北的复核老师知道你那些所谓的竞赛思路，有很多都出现在我的笔记里，他们会怎么想？那上面的字迹是我的。是啊，所以才更麻烦。你给我写了那么多东西，谁能分得清哪些是你教我，哪些又是我先写出来给你看的呢？复核老师会看材料，但他们更会看疑点。只要有疑点，林月，你就不会那么干净。苏雨桐，你真觉得我给你整理的东西只留在你那里？每一本竞赛笔记我都有初稿，每一道题的推导，我自己的本子上都有更早的日期。你手里那本只是我抄给你的简化版，你最好把它交上去，这样复核老师就能亲眼看看我当年是怎么把路铺到你脚下的。那就试试。林月同学，在正式问答前，我们收到一份补充质疑，质疑涉及你的物理竞赛笔记和成果归属问题。请你说明这些内容到底是谁的？这些内容是我写的。你如何证明？这是我的原始推导本，蓝色笔记本里的内容是我抄给苏雨桐的整理版，我删掉了很多中间试错的过程，也把一些竞赛的写法改成了适合他理解的步骤。
这是2月18日的修正版，蓝色笔记里的内容对应的是这一版。如果老师们对比，会发现蓝色笔记只保留了最后4步，没有前面这3页的推导。你为什么要保留这些初稿？习惯。我做竞赛题会把错误路径也留下，因为错法比正确答案更能提醒我。后来给苏雨桐整理的时候，我只抄了他需要看懂的部分。也就是说，他手里的笔记确实是你的字迹。是。那他是否参与过这些题的推导？他问过题，但没有参与过完整的推导。如果老师需要，我可以说明他当时具体卡在哪些位置。说。这道题他卡在洛伦兹力的方向判断上，总是把速度方向和半径方向混在一起。所以我在整理给他的版本里，画了3次圆心位置来帮他记忆。蓝色笔记第37页有3个连续的小圆，那不是我的习惯，那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。你对这些细节记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用来做我自己的题。有人质疑你现在拿出的这些材料是临时补写的。这几本本子一直放在我家书桌下层，纸张和墨水都可以看出时间，而且学校也有旁证。高2寒假竞赛辅导期间，林月同学多次向物理组借阅资料，借阅登记还在，日期和这些笔记内容完全吻合。其中2道题是当年市竞赛组的内部训练题，苏雨桐没有参加那次训练，但林月参加了。苏雨桐同学提供材料时，是否说明这些内容是由林月整理？他提交的说法是双方共同讨论形成。共同讨论这4个字很方便，问问题是共同讨论，拿走整理好的答案也是共同讨论，但竞赛成果不能靠这么模糊的说法来归属。如果你当年主动把笔记给他，现在又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原创性，是否存在前后矛盾？没有，我愿意帮助同学，不代表我放弃名额。我愿意把解法讲给他，不代表他可以在我被复试的时候，把我的字迹拿来当成质疑我的证据。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即时验证。现在给你一道同类型辨识题，你现场解答。同时我们会连线苏雨桐同学，他既然主张共同形成，也可以一起说明思路。15分钟，请开始。能量损失之后，半径不是等比例缩小，这里有陷阱。这里不能直接带入半径，要先比较临界速度。如果速度低于这个值，粒子会在第2区域内完成半圆运动。题目问的是能否到达接收板，所以要先分情况讨论。解完了。思路完整，过程清晰。苏雨桐同学，请说明一下你的方法。我刚才有点紧张。没关系，你说一下你已经写出的部分。第一问就是先找圆心，然后用半径关系。圆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？因为速度方向垂直于半径。具体到这道题呢？我一时没想清楚。你提交的蓝色笔记本中有多道同类题，如果这些内容是你和林月共同讨论形成，你至少应该能解释出基础的思路。老师，我不是说那些都是我写的，我只是说我们以前经常一起学习。林月现在把所有东西都说成他自己的，我觉得不公平。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成果归属，不是学习关系。可他以前明明说过愿意一直帮我的，现在他拿出那些初稿笔记，不就是想证明我什么都靠他吗？这不叫证明。笔记是你提交符合的，我仅仅是讲清楚它的出处罢了。林月，一定要闹到这种局面才肯罢休是吗？主动交出笔记的人是你，走到如今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停止争吵，相关情况已全部记录。谁？主任，我有一份补充材料。高2寒假，学校物理竞赛小组去市图书馆自习，我当时也去了。这里有几张照片，照片里林月就在写那几道题的初稿。那天苏雨桐没去，他说家里有事儿，后来是林月把整理好的笔记给了他。这事儿我见过。
赵磊同学，你为什么现在才提供这份材料？因为之前我犯了错，我替苏雨桐发过帖子，也替她打印过举报信，我不想再错下去了。老师，我还有一份录音，林月亲口承认，她做这些不是为了规则，是为了报复我。播放。从今天开始，断了。我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你身上。他没有退路，所以我该退。老师，这才是他真实的想法。这不是完整的录音。林月同学，请你说明。第一句是我在教务处说的，我家将会停止继续资助。第二句是会议结束后，我说我要去准备面试，不会再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。至于第三句，他没有退路，所以我该退。差一点，这个秘密不能说。那不是我在陈述自己的想法，那是我在复述别人一直压给我的逻辑。我不同意这个逻辑。你有完整录音吗？没有。那他当然可以随便解释。老师，我能说一句吗？你又来做什么？老师，我不进来。我妈刚在电话里听见了，她说这种录音可以做音频鉴定，只要苏雨桐把原始文件交出来，就能看出是不是一次连续录制的。这是合理要求。苏雨桐同学，请你提交原始文件。我手机这个就是原始文件，请不要转发压缩版本，让学校老师当场连接你的设备，直接读取。苏同学，把手机给我。如果你拒绝提交，我们将无法采信这段录音作为证据。这录音有问题，中间有明显断点，背景噪音完全不一样。第一段听着像教务处办公室，第二段像走廊，第三段有大厅的回声，根本不是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连续录制的。能确认是人工拼接吗？从波形和环境音判断，存在非常明显的人工拼合痕迹。我只是把关键的部分截出来。你刚才声称这是林月同学的真实想法，但你没有说明它不是连续录音，还把不同场景的话剪辑在一起。这种行为会严重误导我们的判断。可那些话确实是他说的。我说过停止资助，也说过不再浪费时间，但我从没说过要报复你。真正想让复合老师误会的人是你。林月同学，本次复核中，你能够完整说明推荐资格来源、成绩依据、竞赛材料形成过程。对于投诉涉及的问题，你也提供了较充分的事实回应。经我们初步复核，你的推荐资格继续有效。谢谢老师。同时，我们会向学校反馈，对于恶意提交事实材料、伪造或拼合内容影响推荐程序的行为，应由学校严肃处理。通知德育处重新核查苏雨桐的所有相关行为，包括笔记问题、录音拼接，还有伪造撤回材料的线索，能移交的全部移交。过了，过了。行啊你，那姓苏的这回总该消停了吧？郑主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苏雨桐把自己锁在天台门外面了，他说要见林月。谁让他上去的？不知道，他刚才从办公室跑出去，我们追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把天台的门从外面抵住了。他说他只见林月。月月，别去。如果是上一世，我一定会慌，我会觉得他出了事就是我的错，我会冲上去，然后答应他提出的任何要求。主任，通知执法队了吗？已经让保卫科打电话了。爸妈，我可以上去。月月，不能去啊！你妈说的对，你不能去。
他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万一……爸妈，不是我一个人去，老师还有执法人员，大家都在场，我会全程录音录像，不会单独见他。我陪你。走。都回教室去！谁在拍视频？手机给我交上来！你别犯傻，他这摆明了是要拉你下水。我知道。林月，我来了，你想说什么就在这里说吧。你现在是连单独跟我说句话都不敢了。不是不敢，是不需要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现在防我就像防贼一样。苏雨桐，离护栏远一点。你怕我跳下去？我不希望任何人出事，但你的人生不是我负责。林月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会怕我哭，以前只要我难过，你就会留下来陪我。你以前说过你会一直帮我的。以前是我错了，我帮你，不代表我欠你。可你把我毁了！处分、复核、老师停职，我妈进执法队，现在所有人都看我的笑话。林月，现在你满意了吗？苏雨桐，学校给过你说明机会。我问你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做的那些事都不是我授意你去干的，你现在站在这里，是想把所有后果都推给我吗？你明知道我没有退路。又是这句话，苏雨桐，你有退路，高考、复读、普通批，以后重新开始，这些都是路，但这些你都不要，你只要别人已经拿到的路。因为你明明可以把机会让给我，你家里条件好，成绩好，你少一个机会也能活。我不一样，我如果不往上爬，就只能烂在原地。所以你就踩着别人往上爬。但你以前愿意给我踩。苏雨桐，你把别人对你的好当成什么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太害怕了，我真的只是想读书。同学，先把本子放下，离护栏远一点，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林月，你现在跟老师说，你说你原谅我，你说那些材料都是误会，你说你不会再追究。你说完我就下来。我不会说。你真的不怕我出事？我怕，所以我报了执法队。但我不能一味的妥协，去承认没发生过的事，那不是救你，那是继续害我自己。别碰我！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林月，都是你害了我女儿！够了！你女儿还活着，你该庆幸。还留着吗？作为材料交给学校吧。好。经核查，高三教师周正平多次在推荐工作中存在不当引导，现调离高三教学岗位，接受进一步调查。学生苏雨桐因多次提交失实材料、拼接录音、伪造撤回说明等行为，严重扰乱推荐复核程序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。学生赵磊因主动补充材料有立功表现，原处分撤销。上一世，我把保送名额拱手让人，扛着巨大的复习压力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。过了，别哭，还没高考呢。知道，但可以高兴10分钟。清北大学自主推荐面试结果过了，不愧是零满分 ，YYDS， 恭喜！别松懈，清北见。这一次，不是别人把门递到我手里，是我自己一路守住了它。3年的努力，终于有了结果。林月，有你的录取通知书。太好了！路是自己的，通知书是自己的，前途更是自己的。
谁要学上，谁要机会，谁要未来，都该自己去争。我不会再替任何人交出我的人生。后来我听说，苏雨桐退学后，没学校敢要他，他只能辍学打工，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。后来，苏母托人归还了当年的资助款，我爸没有收现金，只让他通过银行转账。钱还清后，我们两家再也没有联系。许阳去了北方，沈清去了南方，陈思远留在京北，大家都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。爸，我到了。月月要好好吃饭，继续向前走，爸妈永远支持你。路得自己走，通知书自己考，未来也是自己的。谁想要机会，想要好日子，就自己去努力。我再也不会委屈自己，把本该属于我的人生让出去了。